新鲜事我来报，核心结构早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城佳音。最近直播的时候，很多宝子们希望主播出一期书信盒的视频教学。好，今天就来给大家安排上啊。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我们今天就以这一款书信盒，长度200，宽度150，高度50，作为一个素材教学给大家。好好看，好好学，好吧。我们就以1200克的那个克数为例，给大家进行教学啊。首先我们画它的主尺寸成分高，长度200，宽度150，高度50，把它连接起来，复制。1200的，我们1200的双灰，那个内核是1200的单白哈，以这个为例，我们这里收个纸板厚度，加个0.5，这个余位2.5。好，我们再放那个它的那个一个铁片的位置，铁片位置我们一般是18哈，一般是18。好，我们把它变个颜色，区分一下。好，这样一款皮革的绘板，我们把它就已经绘制出来了。然后首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绘制它的那个皮革的这个面子。面子我们把它复制一份出来，面子我们出去的包边出去15，就是除掉那个纸板的厚度，我们是13。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纸板的厚度2毫米，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子画2毫米的边出来，这个位置好，我们把它给这个角这个地方以这个角为准，然后出去1毫米差不多就可以了，出去1到0.5都可以。好，我们把它给镜像过来，把不要的剪切掉。好，这样一款那个书信盒，我们的那个皮和面子跟那个灰板，我们就已经画好了。这个地方我的建议是，我做的时候我是尝试性针对把这个那个铁片孔哈，主播是一直是把它给避开掉的。这样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皮壳合过来了以后，它少了一层那个纸的那个，少了一张157的纸张的那个厚度。它这样子盖过来以后，那个磁铁跟铁片它会更加的吸附，知道吗？更加的吸附，更加的贴合。但是很多有些他也就是说很多看个人的那个画法吧，很多师傅他有些不愿意去避开，还有一些厂家。这个地方主播建议是避开的啊，主播建议是要避开的。然后我们这个面子画出来了，我们画它的内贴。我们正常书信盒两边内核是要比那个皮革总体小6毫米，每边3毫米，那我们就进去3毫米，不要的剪掉，出来1.5或者2公分的一个边边，我们出来1.5，盒子大寸2公分，斜一点，斜个5毫米或者3毫米都没有问题，出来一点，出来5毫米3毫米都没问题。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固定值的啊，没有一个固定值，我们不管学什么，我们要知道那个就是说随机应用啊，不要死记硬背啊。咱们学东西不要死记硬背好吗？要学会灵活运用，不然的话，给你换一种材质，换一种做法，你可能你就束手无策了。好，我们这个皮革的那个我们就已经画出来了，面子、灰板、面子、内贴。我们就已经绘出来了。现在我们开始画它的那个内核。那我们现在这个内核我们应该怎么去算呢？现在市面上90%的师傅是当双灰单白，他们是不分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哈。双灰是要比单白要克重要厚的，他们觉得大概差不多就这样概括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啊。主播画图的时候是从来都是要去细分这些单白还是双灰的啊。咱们的包装，特别是礼品盒，我们所有的收位都是基于纸张厚度准确的去收。
咱们做出来的包装是能用还是细致还是好看，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的收位的啊。如果你连一个纸张厚度你都觉得是差不多大概这样子去一个心理去算的话，那你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只能是说是大概能用，只能说是以能用咱们来概括啊。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内核我们应该怎么去算。我们1+2的双灰差不多2.0的那个纸板厚度啊，皮壳宽度是150，我们减去2张纸板的厚度4毫米，再减去个主播减是减的是再减个 1.75 的松紧度，就差不多了哈。就是 5.75 150减 5.75 哈，就是 144.25，然后200那里我们就做个193.5，然后把它打散。为什么做 193.5 不做194呢？不是说常规的都是每边留3毫米吗？ 193.5 我们微调了以后，它外面的尺寸它是还会放大半个毫的，所以说它就是194。所以说有些细节方面你们要注意一下。好，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子连接起来，然后这个50，然后50的高度，然后我们就是2层纸板厚度50减4减 1.25 就行了，就是算错了，50减4减 1.25 就够了，14.75。这就是那个书形和主播的这个算法。很多宝子就会问哈，主播你的那个算法怎么跟国际上的算法、通用的算法为什么不一样呢？或者说你跟我师傅以前教给我的算法为什么不一样呢？主播可以这样子讲啊，主播就是说学这个画图，基本上以前是没有人带的，以前的师傅他是不愿意带你的，不愿意教的，知道吗？像国际上的算法，就是通用的算法，就是比如说1+2的双灰，他们有的算法是除掉灰板厚度加个 1.5， 这就是这里的这个尺寸。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就是说书信盒，特别是那种大一点的盒子，我们倒可以忽略，可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们通常一些小一点的盒子书信盒，或者说矮一点的书信盒，这个地方盖过来了以后，我们从这个眼睛直视这边平面水平这样去看，它这个地方是翘的，知道吗？所以说主播在以前就是说自己摸索的过程中，一般就是说做好的东西，主播有一套自己的算法，然后在这个算法当中，咱们就是说做出去的模具，我们要经常去听客户的反馈，或者说做出去的模具，我们要经常有一套自己的算法。如果说我们按照国际的算法、通用的算法，它这个地方会翘，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就是说变通一下，我们加多一点，是不是？我们加多一点，它这样子是不是看上去了以后，这个会更加的贴合，这个地方会更加的直观。为什么按通用的算法它这里会有一点翘？因为我们这里是有个铁片位置的，铁片位置它也是有一点厚度的，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这里它是有一个内贴它也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说每一个师傅他的算法不一样啊，但是每个人他的理解能力、他理解他是不一样的啊。主播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啊，那可能有的师傅觉得，哎，这个通用的算法都是这样算的，无所谓，大概，那这个主播也没法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盒子好看，就是说能用跟那个好看跟精致，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所以说看你自己是怎么去理解啊。你如果说就是我们做什么东西，你要是一直抱着无所谓的一种态度去做，一直做，以前都是这样子啊，怎么样啊，就是说大家都这样子啊。你如果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点改变，一点的变通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你始终也是随便的，只能说是能用，对吧？如果说我们不分清楚这个东西，像我们做一些，如果说像做一些那个什么，像主播主页的那些异形的那种异形盒、星星盒，对不对？那你连这个东西你都是觉得无所谓，那你很多你那个微调你是算不准的，你是100%算不准的。主播今天就废话有点多了。如果说哪里有说的那个啥的，请大家多多见谅啊。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开始继续进行教学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怎么去定啊？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去定？定这里这个
10条孔，很多宝知不知道怎么去定啊。然后我们这里是看是多少32.5，我们这里加一点，就是32.5，我们这里就做到我们把这个拉过来，没有拉到中间。那这里是32.5，那我们就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做到30.5就够了，30.5就够了。我们那个实体的厚度是一般正常来说都是12，小一点的我们就做10了。好，这样我们一款那个输印和这个内核，我们基本上也把它定好位了。定好位了啊，输印和这个内核我们定好位了。然后这个内核的这个面子，主播就不去画了，不去让那个占用大家太多的那个时间资源，占太多的那个时间。然后不懂的可以去看一下主播前面的那个天天干的视频教学。最后几分钟主播再啰嗦一下吧，就是说咱们做包装啊，做包装结构，特别是就是一些细节，一些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师，咱们必须得去较真啊，必须得去认真去较真较劲，可以说是较劲。要学会钻牛角尖去较劲，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按常规的那个思路去理解这个东西啊，要学会变通，啊，不要说你之前做的没问题，就是说大概就行了，那一直就是大概，对吧？那我们必须得去较劲啊，较真啊，特别是像一些礼品盒啥的，我们一定要多去听客户的反馈，客户其实才是我们，就是说客户才是我们最大的老师，错误也是我们那个成功的关键啊，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所以说你要错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去改，你下次才知道怎么做，知道吗？希望大家今天的这个教学到这里就结束了吧，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吧，各位宝子们看视频教学的同时，麻烦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你们的认可是主播更新的动力啊，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好，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再见。